你不觉得太阳的光会影响蜡烛的销量吗？如果白天没有太阳，那我们不是更加需要蜡烛？为了要促进我国的蜡烛销售量，政府应该要求家家户户紧闭窗帘，不让阳光射进来。大家好，欢迎回到 Do Love Economy 频道，我是邵荣。你觉得以上的论述很荒谬吗？但你接着看下去就知道，原来很多人都有如此的想法。我们在前几个月曾经向大家介绍过经济学家马尔萨斯的生平，今天我们想要分享一名史上最幽默的经济学家，他到底是谁呢？亚当·斯密不是，马克思不是，凯恩斯也不是。他其实就是法国经济学家克罗德·弗雷德里克·巴斯夏。我们先聊聊巴斯夏的生平好了。如果你没有兴趣的话，可以直接跳到影片的后半段去看他的经济学理论和各种主张。巴斯夏出生于1801年的法国城市 Brion， 他的家境不错，有庄园，有工厂，放在现代简直就是人人羡慕的富二代。他在很小的时候就成为了孤儿，由祖父祖母一手养大。在他17岁的时候，他就继承了家族的出口商贸易事业，也让他逐渐领悟了贸易以及市场管制的影响等知识。在他25岁那年，祖父去世了，他继承了庞大的家族事业。家族留下的遗产让巴斯夏可以进行广泛的知识涉猎。他所涉猎的范围包括哲学、政治、诗歌、历史、宗教等等，完全就是老高的前身。1830年，法国爆发七月革命，巴斯夏积极投入政治，并于隔年被任命为 Mugo 的太平绅士。太平绅士就是一个类似治安法官的概念。之后，他又去从商，直到40多岁才开始写作有关经济学的文章以及书籍。巴斯夏在1844年开始担任公共职位，并在1848年2月革命后被选上立法议会议员。最后，他在1850年因为肺结核而去世，死于意大利的罗马。为什么我们会说巴斯夏是史上最幽默的经济学家呢？因为他擅长用故事来调侃那些荒谬的主张。我们就来看看开头所提到的挡住太阳这个例子好了。在1840年代时，法国众议院决定对所有的外国商品征收更高的税金。作为一名提倡自由贸易的经济学家，巴斯夏对这一主张感到非常的无语，于是他便写了一封信给法国的国会。在这封信中，他自称是一名蜡烛制造商，抱怨一个强大的对手抢光了他们的生意。这名对手以免费的方式提供光线，席卷整个市场，试图将所有的蜡烛商赶出市场。那他到底是谁呢？答案就是太阳公公。太阳公公起床了。因此，巴斯夏代表全体蜡烛制造商向议会请愿通过一条法案。这条法案要求所有的人民把家里的窗户都闭上，把所有可能流入光线的缝隙都堵上，不让阳光照进来。这个措施将可以带给全体蜡烛制造商丰厚的利润，也可以让法国变得更加的富有。Make France great again. We will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其实这个故事是在嘲讽那些主张保护政策的群体。他认为有些群体主张禁止外国商品进口，就像是蜡烛商请愿挡住太阳一样，都是有利于自己，无利于全体国民的行为。如果本地商品比外国的好，那么国民肯定会优先选择本地商品，根本不需要靠你提高关税才能做到。如果本地商品比外国的差，而你提高关税，不就是加重了国民的购买成本，又或者是逼迫他们使用更加糟糕的商品吗？当我们站在生产者的角度上时，我们就很容易只看到自己的利益，而忽略了消费者的利益。就像我很喜欢举的一个例子，如果今天你想要买的这件衣服在淘宝上要便宜20元，那你就应该上淘宝买。这节省下来的20元可以用作其他东西，包括看一场电影，这其实也是有利于本地产业。如果今天政府禁止我们上淘宝买东西，那我们就没有这多余的20元，最终遭殃的还是本地电影产业啊。巴斯夏是一名很擅长嘲讽他人的经济学家，就像我们的频道一样。当国会在讨论巴黎马德里的铁路问题时，就有议员主张应该要求火车在中间一个城市波尔多停靠，就像我们从上海飞到珀斯去一样，应该要在吉隆坡国际机场转机。
这样的话，波尔多当地的旅店老板、船运业者，这些人都可以增加收入。巴斯夏马上就捡到枪了。他说：“既然如此，你不应该只是在波尔多停靠，你还应该在铁路中间的其他城市，包括爱尔良、图尔、波尔提这些地方都停靠，让这些地方都能增加财富，进而增加法国的财富。这样的话，这根本不是铁路，而是有路不通。”建造铁路的目的本来就是要方便两国之间的贸易以及人员流动。如果你一方面要自由贸易，另外一方面又要设置种种贸易的障碍，比如逼迫停靠，又或者是设置关税，那就显得太矛盾了。最后一个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破窗谬论，这其实也是巴斯夏提出的。破窗谬论说的是，一个小孩不小心打破了一个店面的窗户，这时候开始有人围观了起来。其中一个人就安慰店家说：“你看开点啦，起码这样做的话，那些玻璃工人有生意做。如果你的玻璃一直不破的话，那么那些玻璃工人还怎么样活哦？”这种说法其实在我们的社会上比比皆是。有人说战争是好事，因为战争之后的重建工作肯定可以使国家 GDP 增长得更加的快速。也有人说天灾是好事，没有天灾毁坏你的屋子，你就会一直住在原本的屋子里。那么那些建筑工人又怎样找饭吃哦？不过玻璃工人得到新生意，国家 GDP 成长，建筑工人有活干等等，这些都是属于看得见的后果。那看不见的呢？谈回破窗谬论这个情景，假如给窗户换上一套新玻璃需要耗费300令吉，这300令吉本来是店家打算拿去买一套新西装的。这时候玻璃已经被打破了，玻璃工人确实多了一笔300令吉的订单，可是店家就无法用这笔钱去买西装了，西装裁缝就少了一笔300令吉的西装订单。如果这个玻璃没有被打破的话，那么店家不但可以继续享有这明亮的窗户，还可以得到一套崭新的西装。几个星期后，我们会看见店面确实换了一套新玻璃。但是我们看不见的是，这套永远不会出现的西装，因为它永远不会被做出来。人们习惯只看得见眼前所见的事物，却忽略了看不见的东西，像极了爱情。就像有人说，小偷偷东西其实无伤大雅，因为被偷的不是他们家，因为他只是将社会上的财富从一个人的手上转移到自己的手上，社会的总体财富还是保持不变。不过，人们忽略的是，很多人因为担心家里进小偷而被逼安装锁头的成本。这些锁头成本其实就是让社会的财富受损的一个体现。又或者，现在有很多人担心机器将会取代工人，工人将会失业。那请问我们是不是干脆不要用挖土机，用扫枝挖土比较好？又或者，本来1个小时的工作，我们改成3个小时才完成，这样对工人会不会来得更加好？因为他们可以得到3个小时的薪水。不过我们要想想，这样的社会生产力究竟是提高了还是降低了？生产力降低，难道社会的总体财富还会提升吗？不好的经济学家只看到看得见的后果，而好的经济学家却能同时权衡看得见的后果，以及通过推测得到的后果。如果玻璃没有被打破，如果没有小偷，如果战争和天灾不曾发生，如果机器可以变得更先进，那么这些没有被破坏的资源以及节省下来的时间以及生产力将可以用来生产更多的东西，社会的整体财富自然就会增加，人们的生活也就会过得越来越好。总结：第一，当我们站在生产者的角度上，我们就很容易只看到自己的利益，而忽视了消费者的利益。第二，保护政策只是利于相关行业的商人，却不利于全体国民。第三，如果一方面要自由贸易，另外一方面却要设下种种贸易的障碍，那就显得自相矛盾了。第四，人们总是只看得见眼前所见的事物，却忽略了看不见的东西。第五，不好的经济学家只看到看得见的后果，而好的经济学家却能同时权衡看得见的后果和通过推测得到的后果。第六，没被破坏的资源和节省下来的时间与劳动力可以用作生产更多东西。社会的生产力提高，自然整体财富也会增加，大家的生活也就变得越来越好。好啦，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希望看到这里的你多少有些启发。你对哪个段落的印象最为深刻呢？是有路不通，是破窗谬论，还是挡住太阳呢？欢迎在底下留言跟我们分享。我们的频道还会持续输出更多的经济学内容以及讲解经济学书籍。如果你觉得我们的频道有价值的话，那就欢迎你帮我们按赞、分享以及订阅，以帮助演算法将我们的影片推广得更加远。
我是邵荣，我们下期再见。